在我身后就是顺化皇城啊，等一下我们要进去看一下越南版紫禁城。他们说以前国王是在这个上面看他们的人民，人民的话不能过这个河。现在站在这个位置，就是皇帝要看他们的人民的时候，都是站在这边，他们不会进去跟他说，你好，你好，像现在总统对人民一样，可能握手还怎么样，他们直接站在上面，可以看底下人民这样子跟他挥手。一进来顺化皇城之后，一个牌坊啊，超级漂亮的中式建筑。然后左边两半就是他们的祠堂，祠堂的话可以看到旁边很多莲花的设计，这个莲花池非常漂亮，两个小祠堂，然后那边养了非常多的鱼啊，庭院建筑这样子。这边也是。然后目前的话，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东西在整修啊，因为其实顺化皇城已经被因为战争的原因啊，其实有多处是被受破坏，破坏之后他们就重新建，然后把东西还原成以前历史中的样子。越南版的 National Palace Museum， 越南版的故宫博物院啊，看起来其实还蛮壮观的，就是他们是仿照啊明朝的建筑，所以那个时候是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。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是每年都要进贡的，所以特别觉得明朝这些建筑物非常棒，他们都把一个搬过来到越南，变成像他们的顺化皇城这样。看到应该是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宫殿，然后延伸出去之后到后面去，然后旁边是古时候人可以这样子穿越宫殿的那些通道，这现在是没了，中间这个应该是消失了感觉。一看就是有挖地基的，他们看到他们这边是有个地基在的，应该是整栋消失了。现在来到天老寺，隔壁的话可以看到就是顺化旁边这一条江叫湘江天老寺，建于400-500年左右的历史。然后是因为越南皇帝啊，有人跟他说啊，在那边盖一个寺庙会非常容易赚大钱，或者是国运昌旺这种感觉。据说啊，这个位置啊也是个龙穴的位置，所以刚好它建在这位置的话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原因是因为它依山傍水。依山的话就是这个小丘陵这边，它盖了一个寺庙，水就是在湘江隔壁，所以这样子的话讲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错的。那个河流啊非常的平缓啊，因为是直接从你脚下这样流过，有一些越南人在那边玩 SUP 啊，这边游泳啊，整个依山傍水的感觉非常漂亮，就是旁边有很多小山丘，中间河流流过这样子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回顺化的步行街，然后这步行街的 Walking Street， 今天是礼拜二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像那么 busy。然后现在有两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店家啊，都是那种户外座位很多的，大家可能在那边喝啤酒啊，点一个烧烤啊，然后吃一些好吃的食物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他们有机会的话，是周末的话是非常 busy 的一个地方。这种路边的这种店，只有越南的人这种店，通常价格都会非常便宜的。然后可能啤酒也是外面的一半，食物也是非常道地的价格。然后这种的话，你一定要Google翻译啊，不然的话我认真是找不到你想吃什么，就是一些东西比手画脚点一下吃一下这样子。然后现在那种音乐放很大声，通常都是比较观光客一点点，但是也有一些越南人，看你们怎么样选。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步行街，就是在顺化沿着河畔这一个路是不能有骑摩托车进来的。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是非常多人在那边散步啊。我觉得周末是夜市啊，我都看 Google Map 上是有的，是今天的话好像礼拜二没看到夜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刚刚我们经过这个步行街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音乐版开非常大声的饮料店，然后我们走进来发现他们这个价格非常便宜，因为我们看到全部坐的都是越南人，我就知道这家店应该不错，然后应该价格不会到非常贵，然后确实一杯饮料比外面便宜大概1万越南盾到2万越南盾，所以 OK 的，很棒。是一个很 local 的餐厅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粤式炒饭，然后一个春卷，然后还有一个沙杯，然后重点是这家的价位都非常便宜。
在我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启定皇陵，你看它上面这个像是欧洲的感觉，然后旁边有对联，所以是中式加上欧式风格。因为在以前越南是属于中国的藩属国，然后后来花了不少钱建造这个，然后当时的话是因为法国殖民时期这些皇帝啊，基本上沦为傀儡皇帝，就是听于政府，就是法国政府他们讲什么，然后他们就执行什么样子，所以当时是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了这个启定皇陵。然后目前的话，它是保留的非常完整啊，然后为越南贡献了很多的观光收益啊，所以算是还不错。然后里面的话，他们真的是建得非常漂亮，有点像是各种陶瓷雕刻，还蛮细致的，还蛮漂亮的。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启定皇陵看一下。大家，我们刚刚就是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从那个启定陵回市区的时候，我就是知道路边刚好看到一家全都是越南人坐在户外的这种店，然后马上我们就把摩托车停在边边，然后就过来，就发现这家店价格比外面便宜的大概1到2万越南盾，然后还有一个超好喝的酸奶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我在越南喝过最好喝的酸奶，不甜，有甜但是不会觉得甜的很不舒服，然后超好喝。然后它这个果酱也很棒，我是点那个 pineapple 跟mango 的组合，然后超棒。然后我推荐给大家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刚好路过啦，然后发现这个味道叫空咖啡，然后发现这全都是越南人，没有一个外国人。它的 menu 直接给你越南话，所以我们要拿 Google 的翻译直接拍照翻译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来到这种店的话，你去找全都是越南人的店，通常不会错，然后都价格实惠之外，然后味道也会非常好，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鲜一下，不要只去观光客的店。观光客店也不错，适合我们的口味，但是我们喝看越南当地风味的味道是最棒的。下集我们将前往下龙湾开箱2天1夜豪华游轮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忙订阅一下。我们是 J Bro，下期再见。